Hello，大家好，我是怡言，今天来分享希拉克略，也就是菠萝头的战报。这里再三提醒各位，这些全部都是实战报告。所谓的实战报告，就是争议方面可能不是最顶配的，因为现在有出军器的关系，就算你的装备全部有专属，全部觉醒了，但是军器方面可能有铭文或者争议比较高的话，还是有差距的。战场方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许会有围殴，或者是开2-3个集结。更糟糕的情况就是没有人去补兵，甚至打比较长的报告，他可能第一次出现的统帅就是第一批放进去的朱皇统帅，后面就换成其他统帅也说不定。所以今天的报告大家作为参考就好。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这里直接做一个总结。那假设说是李舜臣搭配凤梨的话，其实放混兵是可行的，不限制于骑兵、步兵、工兵，要放工程车也可以，但工程车比较建议是要塞或者旗帜比较靠近城市的时候放会比较好。搭配方面，李舜臣必须要做主将，凤梨要做副将。今天分享的报告有不少都是用凤梨做主将，可以看到有凤梨做主将的报告呢，几乎都不太好看。不过使用这2个搭配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由于领袖统帅呢没有死切的装备跟军器，所以你们会看到今天分享的报告有很多领袖统帅的搭配呢，里面出来的报告都不太好看。这些报告你们就要去观察我分享的报告里面的兵种争议。这2个领袖统帅搭配在一起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放混兵，2个统帅都有 AOE， 一个是伞形，另外一个是圆形。缺点就是要专门去弄一些领袖的装备或者是军器。还有报告表面上就不是这么好看了，有可能差3倍左右。
接下来的报告都是搭配骑兵跟步兵驻防，我个人感觉下来其实没有比搭配李舜臣还来得更好。这份报告打了差不多8分钟左右而已，战报就亏了将近2倍左右。机械方有被围殴的情况下，还是打出这样子的成绩。不过顾虑到它里面放的兵种全部都是混兵呢，其实还可以接受。它里面的报告也不完全全部都是亏2-3倍以上。凤梨的特点其实还是围殴方面如果比较多人要围殴驻防的话，其实比较赚一点。现在最看围殴的统帅呢，就是 IT-50步兵统帅，所以用 IT-50搭配凤梨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比较多的步兵搭配呢，还是芝诺比亚搭配凤梨居多。接下来这里就是骑兵的报告，我个人觉得跟之前搭配李舜臣差别真的并不大。我后面有放一个女骑兵搭配李舜臣了，战报出来的结果呢，跟之前搭配李舜臣真的是差不多而已。最后呢，再放一下纯兵种的报告啦，这里都是放纯步兵搭配。不过老实说，这些步兵搭配的报告呢，其实里面都有混到一些其他的兵种进去但是打出来的报告都是不错看的。既然都已经讲到纯兵了，混兵当然是没有办法做比较，混兵都是会比较差一点。再加上骑兵、步兵、工兵呢，他们都已经有完整的军器装备了，报告比较好看，是合情合理的。要想一下，人家什么兵都可以塞进去。总结来说，凤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驻防的生态，并没有让驻防变得更强大。不过围殴方面或许可以改一下，但是你到围殴的时候呢，你要换上那个统帅，其实也是蛮难的。驻防想要像之前武则天或者是芝诺比亚刚出现的时候这么夸张呢，是比较难一点的。现在有水晶科技加上军器跟装备，很多玩家都肯去围殴驻防了。出来的报告肯定是不好看的，但是与其用纯兵种补的话，纯兵种补又比较麻烦一点，尤其是你附近的城市可能是用小号补。没有这么多的纯步兵的话，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假如说是用刚刚的李舜臣搭配凤梨的话，打消耗战的时候什么兵种都可以塞进去。有圆形 AOE 抗围殴，如果搭配 IT-50跟凤梨的话会更好啦。放的步兵比较多，出来报告也不会太难看。那假设说你全部都要放工程车和其他玩家一些没有用到的兵种的话，李舜臣跟凤梨会比较好。
但领袖统帅搭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装备、军器那些争议上面，所以这点就不太友好。那总结来说，凤梨值不值得去练呢？其实一般玩家没有必要去练啦。一般玩家会用到的情况就是在拉野方面的，因为它有原型 AOE 嘛，像李舜臣那样子。还有我觉得用途比较大的就是埃及之战跟奥西里斯联赛，因为有很多玩家他们都会去围殴，再加上它是领袖统帅的特点，什么兵都可以塞进去，其实在埃及跟奥西里斯联赛方面呢会有优势。但你真的很想要很好看的报告的话，就没有的选择，一定要用纯兵种了。以上就是我对凤梨的看法，最后再提醒各位，这些全部都是实战报告，跟单挑测试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很正常的。至于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